清脆、酸辣扑鼻的口感，真是相当好吃啊！丁，恭喜宿主成功制作90分神级酸辣土豆丝。林秋蝈蝈，这也是土豆做的吗？哇，太好吃了！这是何等吃法？就这么烧？这等焦黑之物也能入口？这祥瑞烤出来竟然如此美味，好东西，此物顶恶，果然是天赐神粮。寡人想起来了，当初那日林小子你在皇宫小厨房做过，我记得当时魏征也在。出锅，来老程，李将军，尝尝这土豆是不是比肉还好吃？对味了，就是这个味道，好吃。下锅。这等清脆、酸辣扑鼻的口感，真是相当好吃啊！丁，恭喜宿主成功制作90分神级酸辣土豆丝。林秋蝈蝈，这也是土豆做的吗？哇，太好吃了！林秋蝈蝈，子以后每天都想吃这个沾了红糖的长条条。不行，最多一点点，太多油腻不好。传朕旨意，此神物土豆不仅是天降我大唐的无上祥瑞，更是我大唐第一等的美味佳肴。即日起，设西山为大唐良种培育司，待完全开春后，将此物作为大唐第一军粮和赈灾主食，向全国大力的推广。为了推广土豆，林秋居然整出了土豆烧牛肉和油炸薯条，我就纳闷了，老百姓要是有肉有油，还愁没饭吃吗？这就好比告诉灾民，馒头没味儿，咱换肉夹馍吧。这群大臣到底是在救灾，还是在选拔大唐金牌厨师啊？我看这不是在解决温饱，这分明是大型何不食肉糜现场。盐、煤、纸铁，乃至这神农祥瑞，桩桩件件，皆是足以流芳百世的不世之功。说吧，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封赏？高官厚禄、金银珠宝，朕当然不会吝啬。陛下，微臣是个懒散性子，当官上朝太累，县男的职位已经足够，金银珠宝嘛，微臣自己会赚，微臣不要封赏，微臣只求陛下赐予西山学宫一项特权。哦，什么特权？微臣想在西山办一场大唐从未有过的入学考试，所以微臣恳请陛下恩准，只要能通过微臣和几位先生出的试卷，无论是乞丐、屠夫还是铁匠、游医，皆可入我西山学宫求学，且学宫一应教务、考核处役，皆由学宫自主决定，不受朝廷礼部和国子监的任何干涉。好一个不问出处，准了。西山学宫如何选人，全由你这大气酒说了算。朕甚至许诺，凡西山学宫结业之优异者，无需经过吏部考核，朝廷直接破格录用。朕倒要看看你这西山学宫能给大唐培养出什么样的怪物来。丁，检测到历史人物侯君祥对宿主制作美食给出极度好评，恭喜宿主获得野外狩猎精通。丁，检测到历史人物李道宗对宿主制作美食给出极度好评，恭喜宿主获得复合宫图纸。丁，恭喜宿主获得神级食谱神级鲫鱼豆腐汤。丁，宿主触发10连保底暴击，恭喜获得金色神级图纸大型载人热气球制造工艺。林县男，你可算来了！你看看老夫出的这道《论语》解答题，定能完美的筛选出那些真正有底蕴的学子。孔大人，您糊涂啊！若是按您这套卷子考，咱们招进来的还是那帮只会吟诗作对、纸上谈兵的世家贮柴。我要的是能下地干活、能进工坊打铁、能上战场算粮草的实才，不是只会抱着圣贤书酸腐的木头疙瘩。林秋这入学考试我真看笑了，为了招人进来学务实知识，竟然先考务实知识，我就纳闷了。我要是现在就会算术题，我还费内进考你西山学院干嘛？我直接去当数学老师不香吗？这哪是筛选学生，这分明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教育版大型翻车现场。林秋，想要学知识吗？得先证明你已经会了。考生大哥，我要是会了，还来投奔你干啥？一群泥腿子也妄图跟咱们同台竞技，这是什么荒谬的题目？不考精益破题，竟然考如何往破池子里放水。1两铁与1两木棉，何者先着地？这等市井，建议的算账之法和工匠之学，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啊！痛快，太痛快了！这帮只会死读书的酸儒，今日算是彻底在这实学面前现了原形。这字字珠玑，如刀斧加身，拨云见日。此人有宰坊之才呀！此等深邃通透的治国之论，竟出自一寒门落魄学子之手。快看名字，此人叫什么？不仅如此，孔大人你看，此人的算学逻辑严密，那道刁钻的水池注水题，他竟然用一种奇妙代数之法，完美的解出来了，全对。马周，他叫马周，清河阴平人。
这才是人间至味。各位先生，阅卷耗费心神，歇会儿，喝口汤补补脑子。顺便等你们喝完这碗汤，我带诸位去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格物致知。好汤，太好喝了！老朽这辈子从未喝过如此鲜美提神的鱼汤。马周，大唐贞观名臣，从寒门一路做到宰相，果然是你。林秋，搞定了，出来看神迹！诸位先生，鱼汤也喝了，试卷也批得差不多了，诸位先请。且看林秋带你们去天上看看真正的大唐江山。去天上？这林献殿莫不是喝了假酒，开始说胡话了？点火！这是何等妖物！孔大儒且上天一试。林献南，人岂能无翼而飞？你这是要作甚？孔大人，这就是个大号孔绳灯而已。不可，万万不可！老夫宁死不从啊！救命啊！老夫要归天了！孔老、王老，睁眼看看，你们教化了一辈子的大唐，这就是苍天俯视众生的视角吗？这人生于天地之间，竟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哎呀！林秋哥哥，子儿也想飞，子儿想去摸摸月亮。月亮是不可能了，不过林秋哥哥可以带你上天。嘤嘤嘤，为什么我也要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力气都有些媲美项羽了。这绝对是整个大唐古往今来最奢华、最浪漫，也最温馨的带娃游玩体验了。孔大人，王老先生，趁热喝口粥压压惊。你个臭小子，等我缓过来打死你！好粥，这等温润暖胃的粥，简直是绝妙的安神良药啊！好好吃耶！陛下，臣李忠叩禀，西山林献南与魏王李泰造出一物，名曰热气球。此物以猛火油为动力，竟能载入王卡无翼而飞。据说是大号孔庆灯，臣亲眼所见，其升入云霄，俯瞰山河，宛如神迹。神迹！陛下，这是悬在我大唐头顶的灭顶之灾啊！陛下思想，若这热气球上载着的是林秋弄出来的那个震天雷，若是他趁夜升空，直接借太极宫的上空，将那震天雷犹如雨点般抛射而下，我大唐的百万雄师，这坚不可摧的长安城防，如同纸糊的一般。林秋这小子手里握着的底牌，实在让人睡不着觉。先是亩产数千斤的祥瑞，然后是能斩断百乱刀的金刚，接着是战能炸平庄园的火药。竟然任天都能上。西山800里加急。启禀陛下，今夜四子殿下觉得无聊，微臣便与魏王殿下顺手弄了个大孔明灯，带他上天看看月亮，顺便拉着孔老夫子等人去天上体会一下格物致知的浪漫。此物名为热气球，看着唬人，实则是个鸡肋的废物玩具。它怕风，风一吹就不知飘哪儿去了，根本无法控制方向。若是遇到弓箭射击或者猛火油烧完，立刻就会从天上凄惨的掉下来，里面的人会被摔成肉泥。这东西也就哄哄孩子开心罢了，若用于军阵，简直就是给敌军弓箭手送活靶子。关于其制造秘方，微臣也有将其附在信件最后，你也看看。陛下，林献南忠心可见。陛下，林献南能将此物秘方主动上交，足见其毫无私心。都退下吧，朕想一个人静静。听听这敷衍的借口，热气球只能观光，这不就是端着加特林进宫，非说他是高端喷水枪吗？更离谱的是，给份图纸皇上就信你忠心了。一个能把人带上天的工具，在军事家眼里只有侦察、奇袭和震慑，说它是观光工具，这简直是把李世民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师傅，二娘这便带队北上护市了。其实我是不太希望你去趟这趟浑水的，但你非要请缨，想来是不愿意被狄仁杰那小家伙压上一头。那小屁孩算得了什么？二娘保证，只用咱们西山的这些奢侈品，二娘就能把突厥人手里的羊毛全给干净的榨膏换回来。此去边关，路途遥远且凶险，那些世家难保他们不会在路上狗急碰伤。这是我昨天就让人加急赶制的防身神器，可连发3箭。记住，遇到不长眼的，直接扣动扳机。师傅放心，二娘不会让您失望的。老张，你带着西山左卫的精锐，暗中贴身保护二娘。收到，家主。出发，开饭。这是给我们吃的。别愣着了，今天开学，管够吃，都别往楼里挤了。西山学宫的第一课不在书本上，也不在教学楼里，所有师生今天都要统统下地。今日第一课学习主题就是春耕。这有辱斯文啊！我等读书人的手是用来握笔的，岂能去握那粗鄙的锄头？斯文，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你拿什么斯文去填他们的肚子？在西山，不会种地、不懂农桑的人，不配谈治国平天下。苏教头在。大哥，你说林秋这是在折腾什么？咱们不是有青雀造的曲园梨吗？为何还要让人力来翻这等硬土？老三，你不懂，林秋这是在熬他们的性子，杀他们的傲气。这群人里有心高气傲的书生，有恃才傲功的奇人。如果不让他们亲身经历这等最底层的极度劳累，他们永远不会对这片土地、对大唐的百姓产生真正的敬畏。停，都停下！
看看你们翻的这几亩地，连土块都没敲碎，这等粗劣的手艺，若是种下种子，能有几分收成？老铁头，把咱们西山的真家伙拉出来，给这帮没见过世面的书生开开眼。这是何物？梨园竟是弯的！老铁头，请开始演示。这等神器，看清楚了吗？在西山，我们不勘谈仁义。现在，所有人听令，这是陛下看中亩产恐怖的祥瑞土豆，还有高产的红薯主苗。刚才翻好的地，所有人以10人为一甲，按照我教的间距和深度开始切块，拌草木菌，下种覆土，这才是你们在西山学宫真正的修行。诸位，田种完了，现在咱们该谈谈正事了。我宣布，西山学宫开始选课，成才之前要先做人，要懂算账，不做傻瓜。在这里，除了孔大人的儒学和王老先生的算学是必修课，至于其他的学问，全凭你们自己的兴趣和喜好选修。你们可以去李泰的工坊学打铁造车，可以去狄志训大人那里学刑侦律法、惩恶扬善，也可以跟着孙道长学救死扶伤、悬壶济世。在西山，没有万般皆下品，只要是能强国富民的真本事，皆为大道。昨夜你们有人看到了载人飞天，今日你们有人也许看到了水流能带动几百斤的一个砸碎石头，又亲眼看到了取原离的神迹。你们都以为这是仙家法术，我告诉你们，这世上没有神仙，也没有什么障眼法，有的只是格物致知的物理法则。动滑轮用1半的力气便拉起双倍的重物，这叫力矩的转换。如果你们用心去观察，咱们西山的房屋搭建上就有百姓在用，热空气膨胀，密度变小，产生向上的浮力，足以挑起巨大的气囊，这叫热胀冷缩的浮力原理。我多年来无法突破的击破瓶颈，在这一刻豁然开朗。小狄大人，这几天城南的一个废弃大院有些反常。哦，每天中午，他们都会准时的订30份咱们西山最贵的神级红烧肉套餐盲盒，而且送餐的兄弟说，每次送饭只让咱们把沉重的温猪料放在墙缝根，然后顺着门缝快速的塞出一串足色的铜钱买月票，连找零都不要。城南废宅，30个能吃大肉的壮汉还不露面，事出反常必有妖。这等做派绝不是普通的富商来长安避险。走，老许头，今天中午吾亲自去给这群大主宾送餐。西山闪送，老板，您的30份盲盒到了，出来拿一下。滚！多谢客官。老许头，立刻飞鸽传书回西山，告诉师傅和太子殿下，这里面根本不是什么世家反贼营业。长安城里藏着一窝全副武装的突厥或告高黎碟子，他们在隐秘藏在这里，应该是意图不轨，具体意图不明。问问师傅，咱们该怎么做？仁贵，家主有何吩咐？换上黄马甲，你亲自带队去小狄仁杰那一头。长安城南那座废宅可能要你跟。林县南有何吩咐？李统领，你们百骑司号大唐第一耳目，这长安城里飞进一只苍蝇，你们都清楚。可是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城南的废宅里藏了致使号全副武装的突厥谍，你们对此竟毫无察觉。多谢县南提醒，此等大恩，李某没齿难忘。驾！仁贵，走吧，咱们也跟着去一趟长安。百骑司虽然人多，但那些突厥人既然敢潜伏在长安，必定留有后手，说不定还有其他贼人。怀疑那小子经验不够老道，我不放心。仁贵，你带上陌刀和部分西山守卫，咱们一起去给百骑司查六补月。破门！若欲反抗，格杀勿论。杀！你们顶住，我带着东西先撤。小狄大人，咱们在这鬼地方蹲了半个时辰了，那城南的废宅离这儿少说也有5、6里地，那些突厥人就算长了翅膀，也飞不到这儿来吧？许爷爷，你当人家突厥探子是傻子吗？既然敢在城南那种龙蛇混杂的地方扎根，必定早就摸清了长安的地下水路。我查过京兆府的旧案，那座废宅的正下方就是前朝大业年间修的一条主排水渠的末端。百骑司若是从正面强攻，那贼手只要不傻，必定会带着最机密的情报从水渠逃遁。而这条水渠唯一的城外出口，就在这片乱葬黄的枯井里。准备，肥鱼上钩了。终于逃出来了。大唐的百骑坤不过是一群蠢猪，只要带着这些情报回到草原，我就是突厥最大的功臣。是吗？谁？我当是什么埋伏？原来是个不知死活的小兔崽子！杀了他，别节外生枝。薛教头，救命呀！这是大唐的兵器。西山薛仁贵在此，尔等细作奸细，想犯我大唐者，吾虽远必诛之。林县南，今日若非西山元雄，李某这颗项上人头怕是保不住了。李某对此万分感激。李统领言重了，既然人抓到了，卷宗你也带回去交差吧。
开动了！太好吃了，师傅，这肉简直绝了！我宣布是继红烧肉外我第2爱吃的菜了。长安这边的外卖摊子已经基本铺开了，等会儿跟我一起回西山吧。西山学院开学，你也要跟着一起去深造一下。现在，可是师傅，我们现在手中还有几个类似可能是高丽或者吐蕃的细作据点。长安城毕竟是天子脚下，咱们西山外的情报弄得差不多得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西山学宫开学了，我想让你也去学习历练一下。师傅，是不是大师姐走了后，你要给许敬雄大人查账补缺，防止其中饱私囊啥的？懒得弄，所以才让我回去的。瞎说什么大实话！你先前说的那几个奇怪的据点，都报告给李忠，让他去带人忙活去。知道了，师傅，懂你意思。长乐殿下，陛下已经写信过来，允许你们以女学生的身份加入西山学宫了。四子不要上学，四子不想去。上学可有意思了，能跟姐姐们一起，还能学好多好玩的东西。那团子也能去吗？可以旁听。公主殿下，我有一题有些疑惑不解。今有物不知其数，33数之胜2，55数之胜3，77数之胜2。23呀，这么简单的问题，用林秋蝈蝈教过我的未知数方程，一眼就看出来了呢。师傅误我啊，他老人家藏私了吗？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祭墓，平章百姓。黄姐，那本少奶奶9次出逃和西厢记，我前些天已经让人偷偷拿去印住处了。高阳，你疯了！若是让李江先生或者孔墓主知道咱们印那些羞人的话本，非打断咱们的腿不怕什么？本宫已经威逼利了印武场的一个工匠，让他趁着孔老侯晚上睡觉，连夜印了500册精装版。我已经准备通过西山闪透的隐秘渠道，把这些书半卖半送进长安各大世家清流官雍后院。这也太大胆了！爹，女儿不嫁了，那李家的公子木讷，根本不配女儿的这番深情。孽障！你这是看了什么淫邪的毒书？女儿要嫁，就要嫁像书里那个王爷一样，要嫁给那种霸道宣誓主权的盖世英雄。来人，给老夫搜，把那些伤风败俗的破书全给老夫找出来烧！老爷，这纸是西山制造的，坚韧异常，根本撕不碎啊！林秋，怎么又是你？闹什么闹？打扰本夫人看书。老爷又晕了，快来人呐！不错，孺子可教。这等浓厚的相学之风，我大唐文道大兴指日可待呀！这岂有此理！高阳殿下，高阳，你上次印的那些书，长安城里的姐妹们可喜欢了，都传疯了。他们还偷偷托人问我什么时候有下卷。听说这玩意儿现在卖的可贵了，一卷快1贯铜钱呢。那是，本宫出马自然是手到擒来。等过几天孔老头放松警惕，本宫再让那公殿下，你们竟然私动国之神器，印刻这等荒谬淫秽之言！老夫今日定要行使太傅之责，打你这个败坏大唐文风的家伙！站住！废话，烈，本公主要新来被你打吗？站住！公主当体态端庄得体呀！救命啊！谁快救救本宫呀！站住！林宪南，你今日若是敢护着他们，老夫连你一块打！孔大人，误会，都是误会，先别打，您先用点早膳，气大伤身呐。孔大人，这叫生煎包，外焦里嫩，鲜美无比，您尝一口，保证您什么火气都没了。哼，林秋，你休要贿赂老夫，老夫就先吃一口，吃完再教训你们这些不孝之徒。别急，孔大人，这生煎虽然鲜美，但吃多了容易上火，您再尝尝这个，能清热降压的甜，粘盘粘块却不粘牙。孔大人，请。好，这等温润的甜点当真有平心静气之奇效。孔爷爷，我能吃这个吗？大唐皇帝陛下，去年我吐蕃赞宗松赞干布曾遣使携重金入长安，诚心求娶大唐公主，以结两国秦晋之好，共保边境安宁。可惜当时陛下以公主年幼为由，婉拒了我国好意。如今高阳公主、陈阳公主皆极低，我国赞普对大唐的仰慕之心日月可见。但在此外，臣听闻昨日大唐百骑司无故抓捕我国在长安正当经商的吐蕃子民，陛下若不给吐蕃一个交代，雪域高原的10万铁骑开春之前将顺着松州直下。到了时候，大唐刚立吐谷浑战，又遭雪灾，国库空虚，这刀兵之祸怕是不好收场啊！放肆！区蛮夷，竟敢在天子面前大放厥词，威胁大唐！卢国公息怒，抗衡交战，生灵涂炭。如今大唐刚过冰灾大雪，百废待兴，陛下
若能以和亲辅以一些许工匠农费作为陪嫁，换取边关太平，让大唐得以休养生息，此乃保全社稷之上策啊！微臣斗胆猜测，这定是某些人在西山拥兵自重，野蛮杀戮，才来这等头田大祸，险些陷入大唐于不义啊！请皇上圣裁。和亲之事，容后议。朕有些恍然了，不若暂且先退朝。为什么非要和亲？因为在皇权看来，送个公主的成本远比给前线那群穷光蛋士兵发军饷、修补烂盔甲要低得多。当兵的命不值钱，但在皇室账本上，死几万人得花多少抚恤金？送走一个公主就能省下一大笔钱，继续让世家大族花天酒地。这哪是求和？这分明是顶级 HR 在优化公司资产，把最贵的高管女儿卖了，换取破产重组的时间。高阳，别哭了，把我大唐公主的威仪给我参加来。安啦安啦，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的，他们最多把一些世之女，比如李道宗那群女儿，弄个什么文公主成亲。陆东策下朝后找到陛下进言，他言称若是高阳公主不行，兰陵或者新明公主也可以。他说他们陛下可以等。薛仁贵，你人死哪儿去了？去喊上小狄仁杰，让他今天穿着配备十字弩的守卫跟我们一起走。薛仁贵，刚才这货还很淡定来着，一提到兰陵晋阳，你翻脸比猎狗龇牙还快。那个十字弩给我也来一把，我看到青雀打造时候的厉害了，到时候真要忍不住怒火，我准备一剑杀死几个使臣玩玩。左边这个有剧毒，右边这个也有剧毒，还下毒？都跟谁学的这种不良嗜好？还是拿我的吧，我这个我自己配的，比较好解毒一点。青雀那个是孙道长坐下那童子偷配的，把控不好剂量，不好解毒。你们俩都是什么好东西？陛下，吾等既已经制定了年后征战西突厥的计划，如果吐蕃到时候横插一脚，就是大唐祸事。不如找个宗室女，许以文成公主之名和亲，绝对不能和公主和亲，就该打。报！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西山县南林丘得知吐蕃使者要求后大怒，正率数十轻骑与突袭弩从西山直奔长安，疑似要找吐蕃大相个说法。王德，把那群臭小子带去陆东赞等使者的休息地。府基不是在招待吗？让那群小子收敛点，别闹出人命就行。诺。诸位且不出声，随我悄悄去看看那群臭小子们是怎么大闹灵德殿。我大唐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就是，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蛮夷敢来我大唐的朝堂上撒野，真当我大唐的刀不锋利锋。就是，谁提的和亲？回家让你家女儿来和，我绝对上书陛下力挺，将她赐为宗室女。林丘，此乃庄严庙堂，岂容你一个县男大呼小叫，硬闯灵德殿，冲撞外国使臣，意欲为？原来你就是陆东赞，我当是什么三头六翼的人物。哎呀，原来也只是个在雪山上放羊的未开化野人。长孙司空，这就是大唐的待客之道吗？我们带着诚意来了，大唐纵容狂徒辱骂使臣，看来大唐是铁了心要与我吐蕃10万勇士在战场上见真章了。你一县男竟然敢辱骂我国使臣！长孙司空，此等狂徒目无朝堂，若不严惩，大唐天威何在？老夫敢动他，屏风后方那护犊子的暴君能当场扒掉老夫的皮。本官只见有人为大唐公主作战，一直言，没有见到有什么藐视朝堂。好，很好。既然大唐太子和这位公子这么自信，那外臣在这里有一个我吐蕃大雪山上神明留下的3箱生死局。若大唐有人能解开此局，外臣立刻返回高原，和亲之事绝口不提。但若解不开，那就请大唐乖乖送出公主，再赔上10万贯的嫁妆，不然开春之后我们战场上见。怎么个玩法？这3个箱子，其中1个里面放着象征我国赞卜最高的技艺的九眼天珠，而另外2个箱子里放着的是我雪域高原最毒的冰蝮蛇。你们大唐可以派任何人，先在这3个箱子中任选一个，选定之后不许打开，然后我作为知道底效的人，会在你们没有选的那2个箱子中打开一个必然装有毒蛇的箱子。此时场上只剩下2个未打开的箱子，另一个是我没打开的，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只要最后打开的是天珠，大唐就赢了；若是毒蛇，和亲之事便由不得你们了。大家发现没？古装剧里的使者从来不谈政治，只爱整活。3个箱子2条蛇，打开一个，剩下的2选1，这不就是大唐版砸金蛋吗？编剧可能觉得自己玩的是蒙蒂霍尔高端博弈，但在观众眼里，这就是纯纯的降智现场。我就想问，万一全是蛇呢？拿国运去玩这种刮刮乐，大唐武将干脆全员转行，开赌场得了。华英，去给这帮没见过世面的蛮人上一课，告诉他们，在咱们西山学宫，这种题连幼儿园的入学考试都算不上。换，必须换，不换是傻子。
这黄口小儿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剩下2个箱子2选1，分明是各占一半的胜算。这若是选错了，大唐的颜面何存？既然你说的如此笃定，小娃娃，那我们就连赌3局。本相倒要看看你是不是每次都能选中。3局2胜就是5局3胜，小爷我也陪你玩到底。第1局我选左边，小娃娃，你换还是不换？换，我选右边。第2局我选右边，换不换？不换，算了，骗你的，换。第3局我选左边，换不换？换右边。输了，输得彻彻底底。怪物，大唐的人全都是怪物，连个5岁小孩都这等厉害。滚！若是全都似他，我吐蕃今后……师傅，我没给你丢人吧？刚那局不算，在草原，在战场上，能决定一切归属的只有刀剑和鲜血，谁敢与我一战？蛮夷找死！仁贵，且退下。杀鸡焉用牛刀？青雀，你上。林秋，你疯了！青雀连只鸡都没杀过，你让他去跟这等凶人搏斗？实在不行，我陪着你一起上呗。好你个林秋，算你狠！风紧扯腰，青雀快跑！土伯伯子，时代变了，在西山的改变下，大唐已经不是过去的大唐了。你们那些引以为傲的军队和蛮力，连个屁都不是。痛快，太痛快了！时代变了，说得好啊！好一个时代变了！臣等参见陛下。刚才是谁说要送朕的公主去和亲的？给朕站出来！朕的大唐如今粮食封闭，土豆这等神物，盐煤水泥金刚利刃，朕凭什么要向这帮蛮夷低头？回去告诉松赞干伯，和亲痴心妄想，要公主拿他的人头来换。传朕旨意，大唐30万铁骑即刻装备西山与新式连，待整个大唐冰雪消融，春暖花开之时，朕要踏平吐蕃王庭。大唐万岁！陛下万岁！陛下。林献南与2位殿下虽有苦劳，但携利器擅闯金轮宝殿，血染宫卫，更是纵兵伤人。朝堂法度何存啊！一群废物！蛮夷在堂上耀武扬威时，你们连个屁都不敢放，现在倒想起来法度了。罚俸半年，降职2级。我有国法，林丘、李承乾、李泰尔等无视朝堂法度，携带兵器擅闯大殿，确实狂妄至极。朕若不罚，何以服众？来人，卸去他们的兵器，将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账东西打入大理寺天牢，听候发落。父皇，儿臣冤枉啊！臣遵旨。完了，这下真完了！孤堂堂太子竟然沦落至此。林秋，父皇这是什么情况？咱们明明立功了，怎么就被打入天牢了呢？这下好了，我西山好多事情没有做呢。我还打算仔细研究一下你昨日交给我的那个所谓滑轨设施，那个很有意思。慌什么？你们2个猪脑子，看不出陛下这是在保护咱们，顺便演戏给世家看吗？陛下他们最近绝对有大久做了，怕我们几个坏事罢了。西山那堆破事儿我都操心死了，每天不是算账就是画图纸，正好在这里多几天清闲。操心？你这个甩手大掌柜，事情不是武余做，就是许敬宗做，再后来都是小狄仁杰和我们去做。你每天带着世子兰陵等人到处游山玩水。就是，你还把那什么大鹏恒温技术一股脑溜给姑，弄得姑最近头都大了。林献南，2位殿下受警了，陛下交代了，委屈3位在这住2天，3位千万别饿瘦了，有什么需求直接说。这点东西是陛下特意吩咐小人点的西山外卖来着。这是，父皇这是？陛下的意思很明确，好好坐牢，别闹，好吃好喝伺候你。等外面的戏演完了，咱们就出去。这牢做的比我在宫里还舒坦。敬父皇的良苦用心，敬大理寺天牢。承乾、青丘，反正陛下只是在世家面前做样子，估摸最多2天就会下旨放咱们出去。咱们待在这儿也是浪费时间。走，咱们越狱去。林秋，你疯了！这可是皇家天牢，擅自逃脱罪加1等啊！有何不敢？反正父皇也知道咱们不是真犯人，咱们悄悄溜出去。待在西山好久了，姑都许久没有逛过皇宫了。老大，太子殿下他们貌似越狱了。哎呀，今日这酒真带劲儿！人之初，性本善。哎呦，我肚子疼，我要去茅房。这大唐的越狱未免也太草率了吧？这哪里是越狱，分明是 VIP 专属的免安检通道啊！大哥，林秋，咱们去御膳房弄点贡酒吧。听说父皇新得了一批高窗的葡萄酒。母后，娘娘，您怎么知道我们会来这儿？天牢内情况，本宫自然不知，是你那位小徒弟狄仁杰，他派人送食材后，敏锐猜到你们几个混世嬷嬷可能会越狱，于是本宫便收到了消息。叛徒特务！行了，外头风大，都随本宫去立正殿吧。跪下。皇后娘娘，都是太子殿下和青雀殿下的主意，微臣是无辜的呀。承乾，本宫看你是去西山跑了一趟，性子野了，胆子也肥了。堂堂大唐储君，竟然把天牢当成自家的后花园，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还敢伙同他们越狱！你这般跳脱轻浮，毫无敬畏之心，视国法如儿戏，日后如何能承担起这大唐江山社稷？母后息怒，儿臣知错了，
儿臣只是一时糊涂。一时糊涂，滚去偏殿，把贞观正墨和宫廷礼遇给本宫抄写100遍，不抄完不许踏出立正宫半步。从明日起，你给本宫重新学规矩。还有你青雀，你的脑子里装的都是江湖吗？你真是奇蠢如猪。林秋随便一撺掇，你竟然敢拿这个没上过战场、不知底细的暗器去跟吐蕃第一勇士玩命！你是个亲王，是千金之躯，你若是有个3长2短，你让本宫和陛下怎么办？你真是气死我了！母后息怒，那10字连弩威力惊人，那吐蕃蛮子连儿臣一脚都没碰到就趴下了。少跟本宫来这套，不管兵器多厉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道理你不懂吗？你也给本宫滚去和程前一起学规矩。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时候再回西山搞你那些活？林宪南，赐座。谢娘娘。林宪南，本宫听说你让那个14岁的女弟子，据说叫什么5家二娘，亲自带队去了北方边关护市，甚至连那所谓的羊毛绝户记和庞大的商队，也是她在全权操盘。回娘娘，二娘虽然年幼，但心思缜密，且在商业筹划上有着惊人的天赋。西山相关产业交于她打理，微臣很放心。这小丫头有本宫当年的几分影子，是个厉害也有野心的角色。听说容貌出众，若不是你将其收为弟子，我真说不定会在为陛下收秀女时招她入宫。见过改命的，没见过这么降维打击的。林秋把武则天留在生意场，这蝴蝶翅膀扇的，怕是连武周王朝都给扇没了。皇后还在感慨选秀，我看林秋是在搞高端人才再就业，把未来的皇帝变成自己的财务总监。林秋你这格局，那是直接飞到了大气层，以后别叫西山学宫了，改名叫论如何把野心家培养成合伙人吧。林秋，你真以为大唐真正的阻力只是那些在朝堂上跳脚的世家官员吗？真正隐藏在大唐机体深处的并质有许多，有些纳税不服役，却占据着天下3成高余的良田；有些用所谓的信仰吸食着大唐国库的血肉。陛下欲对西突厥、高庄等西域诸国用兵，彻底打通丝绸之路，将西域的版图纳入大唐的掌控之中。但场浩大的灭国之战需要恐怖的钱粮支撑，世家的底蕴已经被咱们压榨许多，国库虽然有了土豆，但军费依然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攘外必先安内。世家的钱已经不够填西域的窟窿了，陛下准备对佛道两教举起屠刀了。大家看懂了吗？在大唐老板眼里，老百姓根本不是活生生的人，那是战略储备矿产啊！前脚还在感叹百姓冻死饿死，为了省钱，甚至想把公主变现去和亲；后脚土豆刚冒尖，立马就把百姓编进敢死队去西域搞强拆。果然，野心家的嘴骗人的鬼，土豆救不了大唐的命，他只是让这台战争机器又能多跑几百里。至于谁会死在路上，皇上说：“朕不在乎，矿多的是。”娘娘，微臣有3策。第一步，度牒考试制。朝廷宣布，所有和尚道士必须重考取官方发放的度牒，无度牒者视为流氓黑户，强制还俗充军。而这度牒考的内容，不考4书5经，也不考经文佛法。考什么？只考我西山出的算术出钱和大唐防疫指南。若是连加减乘除都不会，连喝开水能防瘟疫都不懂，有何资格普度众生？考不过的，全部打发去修路、种土豆。第二步，香火力尽税。寺庙道观的田产按阶梯收税，占地越多，税率越高，逼他们主动吐出土地。同时，所有金身佛像、大型铜钟必须依法登记造册，严禁私自铸造，违者抄家。朝廷可借机将民间的铜铁合法收归国库，铸造兵器。第三步，科学破迷信，利用西山的玻璃、火药和医学等知识，在长安城公开戳穿一些假道士神棍、呼风唤雨、符水治病的把戏，彻底摧毁佛道两方的禁徒基础。没了禁徒的盲目供奉，他们就是没牙的老虎。好一个双轨阉割术，此计甚妙，本宫这就去禀明陛下。不过这改革的刀虽然钝，但割起肉来依然会疼。玄奘和袁天头金都在你西山，你要如何让他们乖乖就范？微臣这就连夜赶回西山，去做这个得罪人的恶人。林秋蝈蝈，你终于回来啦！你跟青雀蝈蝈去了皇宫那么久，四子还以为你被父皇留在长安不管四子了呢。听说你跟程前和青旗被当朝打入天牢，给我们都吓了一大跳。看来是消息有误。消息为误，我和程前和青底是从天牢越狱出来的。林秋蝈蝈怎么会不要四子呢？蝈蝈在长安可是给四子带了好东西回来的。不过蝈蝈现在有非常重要的大事要办，四子殿下快和姐姐们回屋睡觉，明天早上我给你做全天下最好吃的早膳。怀英在。怀英，你亲自去把玄奘法师和袁天罡、李纯云2位统统给我叫到这里，就说本县男有要事相商。2位国师，玄奘大师，陛下西征在即，国库空虚，你们两教占据了天下3成高余之地，藏匿了100万不纳税的信徒和人口，大唐的屠刀已经悬在你们的头顶了。这是我为你们争取来的唯一活路，交出土地、人口，接受度牒考核，登记所有金身法器。签了这份契约，你们还是大唐受人敬仰的高僧和孤师。不签，明天一早开始，
陛下就会立刻拿天下的许多寺庙和道观开刀。林施主，你这等严苛的考核与重税，是要断了我佛门的香火传承啊！我佛门信徒遍布天下，若是强推此法，必会引着信众群情激愤，天下大乱。林献南，我道门自大唐开国以来，立过无数汗马功劳，你这般落井下石、釜底抽薪的毒计，简直是欺人太甚！你就不怕遭天谴吗？老道就算拼了这条命，也绝不在这份契约上签对。我道家讲究顺应天道，岂能受你这等粗鄙算学和医理的考核侮辱？天意、神明、信徒。袁道长、李道长，你们道家炼丹求仙1000年，可曾炼出过如此恐怖的钢铁洪流？大唐的江山，大唐的盛世，是靠这炉子里的铁水浇筑出来的，不是靠你们那些虚无缥缈的神仙保佑出来的。玄奘大师，你口口声声说普度众生、慈悲为怀，你且透过这镜片，去看看那病患伤口上密密麻麻的微虫。你们就算念1万遍《金刚经》，敲破了木鱼，能超度这些夺走千万大唐百姓性命的疫病之源吗？孙思邈道长用我西山提纯的青霉素，一滴便可杀尽千万病菌，将濒死的烙兵从鬼门关拉回来，这才是真正的救死扶伤，这才是真正的普众生。林秋这逻辑也是绝了，因为青霉素能救命，所以信仰一文不值。大哥，古代寺庙道观还兼职养老院、孤儿院和避税天堂呢，你这一句能干什么？直接把几千年的社会福利体系给否定了。为了帮皇帝搞军费，林秋是连人文关怀都不要了，这就是典型的只要我手里有卦，全世界都是废话。哼，佛祖，我也想研究青霉素，但我这儿没系统啊。丁，恭喜宿主制作出100分神级开水白菜。3位，请用吧。这看似清澈见底的汤液里，竟然蕴含着难以想象的恐怖的醇厚与咸，老母鸡的鲜，火腿的浓，干贝的海味层层叠叠，完美的在口腔中爆发开来，但偏偏它又是那么的清爽解腻，没有一丝一毫的油腻与浑浊。林施主，贫僧悟了，这治国也好，修道也罢，看着繁花似锦，但若是不剥滤去那些虚伪的泥塑金身和繁文缛节，最后沉淀下来的，只有这碗真正能滋养大唐百姓的清汤，才是这世间唯一的真理啊！玄奘，你怎么又悟了？青雀，别睡了，母后说这些抄不完，不给睡觉。皇兄，你不说林秋那小子很快就能来陪我们吗？咋都这个点了，他还没来？不会母后就没有惩罚他吧？不可能。皇兄，我感觉林秋那庶子是真自己跑了，丢下了我们，这货是真不讲义气啊！青雀，为兄是不会放过他的。你等我抄完，明天姑就带几本拓本回西山，就说母后让他抄写的，让他也尝尝抄书的滋味。林秋蝈蝈，你快点出来呀！殿下们，这一大早的，这是要做甚？林凤玉，今日天气如此好，我们姐妹几个在屋里闷得慌。听说西山后头有一大片竹林和向阳的草坡，此时想必野菜和春笋都长出来了。我们在宫里从未体会过寻常百姓家踏青采摘的乐趣，不知林凤玉可否做个向导？就是，成天待在这院子看孔老头那张臭脸，不就是看印了几本书吗？天天说的本宫都要发霉了，快带我们去。行，既然大家都有兴致，今天早课就免了。走，本县男带你们去见识见识什么叫大唐农家乐。哇，这就是春笋吗？好可爱呀！四子，让开点，看本宫的。哎呀，高阳你慢点儿，这等仙物都被你糟蹋了。团子，那个是四子要给林秋蝈蝈做菜的，你不许偷吃。师傅，这西山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能让金枝玉叶放下身段挖野菜，能让大儒放下戒阵学算术。您这格物致知的道，比孔孟之道还要厉害。少拍马屁，别以为亏虚为师就不用干活了。咱们去河边看看能不能摸几条鲫鱼上来。林秋，接母后懿旨。林秋，你丢下我们兄弟俩自己跑回来，这笔账今天得好好算算。等，那是什么？母后说了，你在天牢越狱，虽然是从犯，但也得罚。这是贞观政治和宫廷礼仪的抄写本，一共100遍，姑和亲姑各抄了50遍，这份是你的。你们2个抄了3天的东西，让我一个人抄1遍。我们抄的是原件，你抄的是拓本。母后说了，这叫连坐。林秋蝈蝈也要罚抄书了吗？四子可以帮你写几个字。哎呀，咱们无所不能的林大继旨，今天也要体会一下被夫子打板子的滋味了。哦，长孙皇后的懿旨，2位殿下，演戏也得演全套啊。这分明是咱们西山印主父昨天刚出的极品主旨，长孙娘娘若是下旨，用的应该是宫里的诚心堂旨，或是上等硬黄纸吧。其次，这上面的墨汁都还没干扣，甚至青雀的袖口上还蹭着一大块墨迹。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点，你们俩这熬夜过度的虚弱模样，怕是在立正殿被娘娘逼着抄了1宿没抄完，偷跑回西山，想拿这几本空白册子拉我当壮丁替抄吧。太子蝈蝈和青雀蝈蝈好笨呀，被林秋蝈蝈识破啦！就是自己受罚还想拉林秋下水，你俩真是丢尽了皇家的脸面。你胡说！今天太子殿下负责洗笋剥荠菜，魏王殿下负责劈柴烧火，你们俩要是干不完，今天中午的江南第一鲜，你们就只能站在门外闻味儿了。
青雀，小火慢慢烧。这道菜的精髓就在这个“都”字上，火大了汤就浑了，火小了味儿出不来。好香啊，林秋，这汤到底放了什么食材？怎么能鲜成这样？比皇宫中炖的鸡汤还要浓香百倍啊！我的老天爷！开饭！太鲜了，这汤本王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汤。咸肉的醇厚脂香与春笋那种清脆甘甜的口感在舌尖完美交融，鲜肉的嫩滑，百叶的豆香，所有的味道层层叠叠，仿佛将整个江南的春天粗暴却又温柔的揉碎了，化作这一口极致的鲜汤。林秋蝈蝈，四子觉得今天自己亲自挖的柿笋，加上蝈蝈的手艺，做出来的美食比往日格外好吃呢。是啊，若是日日都能有这等闲情雅致。刚刚光顾着吃，差点忘记正事了。娘娘的信是道佛两家的事情。道佛两家怎么了？母后传来消息说，世家余孽还有那些保守派大儒，他们要求在半月后即将举行的科举春闱中严查考生的籍迹和所学渊源。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全面封杀所有在西山学宫学子，剥夺他们的科考资格。凭什么？咱们学的是能修路筑坝、能计算国库钱粮的真本事，凭什么不让咱们参加科考？世家这是要把咱们往绝路上逼。若是不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难道真要回乡下当一辈子泥瓦匠吗？慌什么？天塌下来有本气酒给你们顶着。他们不让咱们考师傅经义，那咱们就不考。咱们学的是格物致知，是算术刑侦，谁稀罕去跟他们比？太子殿下和翼王殿下都准备联名我西山学宫全体师生上书陛下，既然世家把持着明经科，那咱们就让朝廷改制，让天下人看看，到底是他们那些只会写酸诗的能治国，还是我西山这群懂水利、懂钱粮的实善家能强邦？祭酒威武，吾等愿誓死追随祭酒，以实学叩开朝堂大门。民算科、民法科，西山必胜！诸位，距离春闱还有半月，你们给我死磕算学和律法。1周后，本祭酒将在西山为所有即将复考的西山学子办一场大唐绝无仅有的壮行大宴，敬咱们西山学子一飞冲天，金榜题名。李克殿下，吃饱了的话，跟我去后山溜达溜达呗。我打算给你安排个有技术含量，能让你深刻体会民间疾苦的实战课。有事找我，林先生尽管吩咐。李克既然来了西山，便不怕吃苦。好气魄，走着。林秋，难道你说的实学就是让我来养猪？大唐的豚肉为何腥臊难以下咽？因为他们体内有股浊气散不出去。只要在他们小的时候把那碍事的东西割了，这猪变成小太监后，不仅性情温顺，长得膘肥体壮，而且肉质肥美，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腥臊味。林秋，你让我堂堂皇子来学这种下三滥的阉割之术？老张，带2个人去抓一头小公猪过来按住。是。老三，睁大眼睛看好了。什么叫快、准、狠的艺术？大哥，林秋这手艺，他以前要是进了宫当净身房的管事，怕是早就混成内侍司大总管了吧？妙有，精妙绝伦啊！你刚才下刀的准头，那避开主要血脉瞬间止血的法子，这可是能保命的绝技。再看那边，那在宫棚的另一侧，女工们正用熟练的手法使用着木纺车，将一件件羊毛衫制造、打包、分装。看到了吗，李克？你读了10几年的圣贤书，总想着以德服人，以仁义教化天下。但你看看这些百姓，如果连肚子都填不饱，连冬天御寒的衣服都没有，他们拿什么去听你的大道理？阉猪是为了让百姓能吃上便宜没有骚味的肉，他们在漫长的冬天里不至于饿死。这些被世家权贵和酸腐文人视为粗鄙的建议，才是真正撑起大唐这座巍峨宫殿，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坚实基石啊！谢林秋先生教诲，学生李克受教了。被父皇赶到西山这些天，又是弄水泥，又是阉猪的，感觉如何？皇兄，臣弟以前在深宫之中，只知捧着《论语》上书高谈阔论，自以为懂得了治国平天下的治理。殊不知那些冠冕堂皇的文章，若是不能让百姓碗里多一块肉，身上多一件御寒的冬衣，那便全是废纸一堆。这西山的泥水，这工坊的铁锤，才是真正能撑起大唐脊梁的实学。皇兄，我悟了。什么悟不悟的？李库你在正好。李张先生有些身体吃不消，今天我就正式给你安排个差事。咱们西山学院现在3教9流龙蛇混杂，孔老先生管算学，小狄仁杰和许敬忠等人管后勤。但这些学子和奇人异士个个心高气傲，若是没人镇着，迟早要出乱子。从今天起，你就是西山学宫的纪律督导，不管是谁，只要谁敢犯了学宫的规矩，不按时上课，不认真做工，你都给我狠狠的抽。学生领命，定不辱没先生威名。儿臣李承乾恳请今年春闱大考，除传统的明经进士科外，增设明算科、明法科以及明工科。此外，儿臣恳请父皇废除考生必须由明士大儒举荐的旧制臣科，凡我大唐子民，无论出身寒门还是工匠市井，皆可自由报考这3门新科，以才取士。
荒谬！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康，科举乃国之伦才大战，考的当是圣人之言，选的是能教化万民的正统儒生，算学百工皆是市井店一奇迹徐化的小道。若让这些满身铜臭、不识经义的泥腿子登堂入室，大唐朝堂岂不是要沦为公放作坊？臣等附议，太子殿下定是被西山那个林丘蛊惑了心智。若朝廷一意孤行，天下读书人必将心寒。这朝堂之上，谁还愿意与那些打铁算账的粗鄙之徒同朝为官？有辱斯文，奇迹于术。睁开狗眼看看这是什么？西山学宫的学子用他们所谓的建议小道，仅花了半天时间就算出来的大唐各州县去年的钱粮损耗和修路土方，而你们户部算了1个多月都没算清，甚至还给朕算出了10几万贯的糊涂亏空。这就是给你们治国的本事。许元离、4轮重卡马车、蜂窝煤，甚至那以毒矿盐化为食盐，哪一样是你们这群背4书5经背出来的？大唐要强盛，要威震四夷，靠的不是你们整天在朝堂上吟风弄月、党同伐异，靠的是能修河筑坝、能打铁造枪、能让天下百姓吃饱穿暖的实干家。传朕旨意，今年春闱增开算学、律法、格物3科，不问出身，不需明题举荐，只看真才实学。谁若再敢以辞职罢考相要挟，阻挠大唐强盛，朕成全他，立刻给朕滚出这太极殿。县南城里几家最大的佛寺和道观突然闹出了不少动静。西市的普光寺说他们大殿里的佛像夜里流了血泪，城南的清虚观那棵枯死100年的老槐树竟然在半夜凭空燃起了幽蓝色的鬼火，还有个叫法空的高僧当街将手伸进滚开的油锅里捞铜钱，身上毫发无损。他们借机煽动百姓，说朝廷推行什么算学百工的新科举，继而触怒了上苍。他们还说我西山学问是要挟将士，要遭天谴的。那些普通百姓本就信神信佛，现在被他们这么一吓唬，人心惶惶。甚至有流言说长安百姓要一起来砸了咱们西山学官。佛像流血泪，枯木生鬼火，下油锅捞钱，好老套的一些道佛把戏。这些玩意儿在后世都被揭秘烂了，也就在如今的大唐能糊弄没有开智的百姓了。道佛两家果然不甘心就此上交如此巨大利益，为了抵抗皇家收税，佛道两家居然玩起了佛像流血泪，徒手下油锅。我就纳闷了，作者是不是对佛道文化有什么误解？那可是出过玄奘和袁天罡的频道啊，硬是被写成了乡村大舞台。这种把几千年的哲学精髓强行降制成地摊骗术的写法，我看不是林丘在科普，是编剧的大脑急需一场科学救援。李库，喊狄仁杰一起过来一趟，来活了。先生有何吩咐？长安城里有几个秃驴和老道在装神弄鬼，想砸咱们西山的招牌。华英，你不是一直嚷嚷着在西山无趣，想办大事吗？今天师傅交给你个任务。师傅放心，这等拆穿障眼法的小事，简直就是为徒儿量身定做的。李克，你带100名左武卫精锐保护淮阴进城。既然陛下把你交给我，我僭越一下，便随手使唤你了。今天不用讲什么仁义道德，去告诉长安城的百姓，道佛两家在耍些什么猴把戏。学生领命，今日定将他们现出原形。善恶有报，天道轮回。近日朝堂推行那西山妖学，重用剑艺工匠，此乃逆天而行，佛像流血，便是上苍之怒。今日贫僧便以这肉体凡胎入这滚沸油锅捞取铜钱，以正佛法之无边，以警醒世人，切莫被那西山妖孽蛊惑。神迹，真的是神迹啊！佛祖保佑，西山之学定是妖法，会遭天谴的。西山妖人们还要祸害我大唐贫寒学子，这简直不能忍！对，不能忍！阿弥陀佛，这位小施主，此乃佛门禁地，你带着军族强闯，可是要触怒佛祖的。佛祖，小大人不要！连根毛毛都没伤到。这怎么可能？诸位，这锅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油，它在锅底倒了大量的陈醋，醋的沸点比油要低得多，火一烧，醋先沸腾了，看着像是油锅滚开了，其实上面的油温根本不高，只要手伸得快，这温度连烫破层皮都做不到，这是很浅显的化学知识，不是什么佛法。你个黄口小儿，休要胡说八道！我佛慈悲，那城西普光寺的佛像流血泪，城南道观的枯木生鬼火，难道也是假的吗？不见棺材不掉泪。既然你们要看神迹，那本王今天就让你们看看大唐真正的实学神迹。你们说佛像流血泪是上天警示，那不过是有人在佛像上偷偷涂了姜黄汁，然后用草木灰水浇上去罢了。林献南说这叫什么酸碱变色法，有时候生活中也会见到。至于你们说道观枯木生幽兰鬼火是天谴，林丘说这玩意儿叫白磷，只要温度够了，它自己就会烧起来。他们勾结世家，想毁了能让咱们吃饱饭的西山学宫。骗子，这都是骗子！痛快，痛快！痛快！第一，颁布杜嘴清查令，所有僧尼道士必须重新考核大唐律法与基础算学，不合格者一律强制还俗。第二，推行4贯田产核算口，清查隐匿米都不能少。第三，将那些被这个查神弄神弄鬼脸切和尚假道士全数发配去长安周边修水利路，以赎其罪。干得不错，不过淮阴还要多加磨练。李克，你也别骄傲，继续去盯紧学宫里那帮勋贵的纪律，谁敢套课，照打不误。尤其是程楚灭和尉迟宝林那2货，天天套课去狩猎啥的。学生领命。对了，你自己的学业也不能落下。孙道长，你们这眼睛一到晚上就又不好使了。老道这是犯了雀目之疾，正是
一到夜晚或者光线暗处，双眼便如覆白翼，视物不清。历代医书对此业无良策，不过我已经对于治疗此症有些许感悟，正在逐步完善尝试中。什么绝症？不就是肚子里缺了点东西吗？孙道长，你们先坐着，今晚我亲自下厨，给你们治治这雀目。吃顿饭就能治好历代名医都束手无策的雀目？切，好香！这是什么香味儿？来，孙道长、老张头，趁热吃。好吃，过瘾啊！夜盲这个词形容的倒是通俗贴切。孙卓却我习惯叫它夜盲症，而是因为百姓平时连口肉都吃不上，体内缺乏一种名为维生素，也就是只有在动物肝脏、胡萝卜等特定食物中才有的精华之气。只要连续几日使用着猪肝、羊肝，配合西山种出的一些绿叶菜补充营养，这所谓的绝症便能不药而愈。林谢南，若是军中普及习食用动物肝，不错。大唐铁骑在夜间也能视物如白昼，若遇战士夜袭敌营，我们的士兵如履平地，而敌人若是患有夜盲，便大多是瞎子。孙道长，这才是今晚真正的重头戏。士兵在战场上被刀剑砍伤，创口极大，大夫们只能撒点金疮药，然后用布死死勒，极易失血过多或伤口崩裂感染。这套外科缝合技术配合可被人体吸收的羊肠线，能极大减少死亡率。羊肠线提纯技术我已经附在后面，道长您有空可以试试。林宪南，这一日之内，你先是给了老道治愈千万百姓夜盲的良方，又给了老道救扶伤的外科神技，这等恩德，老道无以为报啊！道长言重了，您老的千金药方才是真正的济世之作，这些东西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天不早了，您老早点休息，明日再研究不迟。长安城最大的几家寺庙方丈和道观观主来到宫门外高声请罪，表示愿意全盘接受朝廷的度牒考核，并主动补齐所有寺庙道观的田产赋税。敲打的差不多了，若是逼得太紧，难免生出其他乱子。长安百姓几为他们惊吓愚弄，这股怨气总得找个出口发。他们愿意倾重各大寺庙和道观库房的钱财，联合举办一场史无前例的水陆法会，全当是为大唐新政祈福，更是给长安百姓赔罪。长安城今夜取消宵禁，金吾卫撤去各方坊门的阻拦，将这场盛大的水陆法会当成元宵灯会般彻夜狂欢。西山全体师生都给我把手里的笔放下，科举在即，你们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但死读书是考不出好成绩的。我宣布，我想谢开恩，今夜长安城取消宵禁，举办盛大灯会和水陆法会，所有人进城去玩、去吃、去放松，全当是考前最后的狂欢。这是什么味道？好香啊！好呛的味道，但这香味怎会如此勾人？这红烧肉是什么肉？竟然味道也如此鲜美，入口即化。这酸菜粉条是啥也如此好吃，过瘾啊，过瘾！此饭食堪称人间绝味。老夫活了50岁，头一次吃到这种美味。再给老夫来10份打包带走。要想多买，你可以去西山闪送订购，今日的现场美食全部限购1份，而且免费。别急，给我留1份红烧肉。那粉条和酸菜给我盛慢点，我出双倍价钱。先生，喂，别急，我也想要吃，我乃是大唐王妃，谁踩我鞋子来？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啊！嘴上喊着有辱斯文，数你挤得最快。我怎么似乎听到李克的声音了？熊猫，你听错了吧？今天收摊了，想吃的话，明天西山闪送下单。师傅，今天这顿比在学宫里吃的还香。那是你抢来的，格外香。张校尉，你们夜里行幸，不用人搀扶了。殿下，多亏了县男，连吃了2天县男做的泡炒猪肝等美食后，10几年了，俺这眼睛没在夜里看清过东西，俺清清楚楚的看到了这满街的花灯，看到了大唐的繁华呀！哟，诸位快看，那不是西山学宫的泥腿子们吗？还真是西山那帮打铁算账的粗鄙之徒。怎么，若考奇迹一怪，我等甘拜下风。可今夜是长安诗会，你们西山学宫的人懂得什么叫平仄押韵，懂得什么叫风花雪月吗？尔等只知吟风弄月，不知民间疾苦。有胆子便在诗词上见真章。好马周，听说你是西山第一狂生，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世家的底蕴。华灯初上耀高空，曲水流波漾晚风。莫道长安星汉远，繁华尽在锦棚中。好诗，催兄大采。火树千重彻夜明，长安不锁上元城。朱门但饮杯中酒，谁念西山百炼生？毫无灵气。今夜是赏灯的文会，你却在这里哭穷卖惨，真是大煞风景。若是科举只考诗词文章，连给本公子研墨都不配。就这，尔等自诩风雅，不若试着听听我这首：铁马冰车不夜关，西风吹冷匣中寒。若无断手边荒将，哪得长安看牡丹？我大唐男儿当以热血铸就这盛世繁华。若无边关志士的刀剑，若无西山工匠的铁锤，你们哪来的闲情逸逸在这望江楼上赏灯作诗？这位兄台好重的杀伐气，只可惜你怕是走错了地方。今夜乃是陛下特许的赏灯文会，你这首诗杀气腾腾，实在是大煞风景。说得对，西山的人是些沾满泥水和血腥的粗鄙武夫，满脑子都是打铁杀人。你们懂什么叫婉约？懂什么叫真正的意境吗？跟这群井底之蛙动什么刀子？不仅平白跌了份，还脏了你的刀。我来吧，既然他们想要婉约，想要意境，那我今日便教教他们什么叫真正的意境。你来。据我所知，你平日连4书5经都不咋背全，你真会作诗。
那是我平日手镯藏锋罢了。东风夜放花千株，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可能，这世上怎会有如此绝妙之词？东风夜放千树，更吹落。好一个星如雨，好一个星如雨！这小子不仅百工之术，胸中竟还藏着文凭区兴师的锦绣文章。这等空灵悠远的意境，堪称前无古人。这让我想起与陛下当初相识。林丘只凭今夜这一首词，大唐百的文坛便无人能出其后了。林丘明明是个搞水泥炼铁的理科生，非得抢人家诗人的饭碗，文人看不起他。他反手一个 Ctrl+C 加 Ctrl+V 就把全朝廷给惊艳了。大哥，你这不叫有文化，你这叫跨时空文化盗窃。这就是典型的我自己写不出来，但我背得熟啊。当然，偶尔吃那么1-2次还是可以的。真的吗，孙爷爷？皇兄，这是我买的糖葫芦，你得付钱。皇兄，其实你吃的这里所有糖葫芦，我刚刚都悄悄舔过了，让你不付钱。青雀，只要掳走那个小女孩，就能要挟那个姓林的交出西山的断钢之法和农作物种子等等。趁着前面人多，动手。得手后立刻从水路撤离长安。团子打坏人！留活口！不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我投降。李记，把人带下去，好好审。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有多少同党，背后还有谁在撑腰。学生领命。